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这是万圣节要到了，走恐怖路线吗？恐怖路线。好，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盲盒问题的单元。很多同学说，好喜欢听我们三个大叔。为什么每回都这样说一下？真的有很多同学在说。谈天说地，对，其实根本没有人喜欢，对不对？有啦，还是有人喜欢。那我们今天呢，来聊聊盲盒问题哦。笨叔有问题吗？你有没有什么盲盒问题问我们？就刚好是万圣节了，西方的鬼节，什么？就聊点恐怖的吧。好，来，没有开玩笑的啊，好随意。我就是刚要问的一刻，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刻板印象吧，就很多女性朋友会描述什么样是浪漫。但我今天想从男性的角度来听听，两位大叔怎么定义浪漫，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表现啊，做什么事情啊是比较浪漫的事情？这个你问我们两个臭男人会有什么？就你们不要想那个，就是社会给你们的那个浪漫的感觉，就是个人定义。自己那有没有这种臭不要脸的感觉？你自己觉得？不过这个不是自己，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觉得啊，别人对你做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很浪漫，对不对？都可以吧，两个都可以，自己做的或者别人对你做的都可以吧。就是你怎么定义了？我们最后一定要听笨叔的答案。对呀，他是浪漫大师啊。对，灿叔你有没有想法？就说起浪漫，那天其实我突然感觉我这个行为还挺浪漫的。我会这样想，对，其实我觉得浪漫更多在对我而言了，特别是有家室了，有孩子了，我觉得更多体现在生活的点滴里头。就是那天刚好我老婆她的导师，同时是她的老板来西安开会了，就是她呢，就是因为她的这个导师也很忙，而且要开会啊什么的，就是没有时间，所以那天是约了一个夜宵。就是而且他开会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又特别远，坐车都要1个多小时，所以他晚上是6点多出发，回家的时候基本上都11点多了。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老婆胆子比较小，她确实胆子比较小，她怕黑。然后呢，按道理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我要10点多就睡觉了，我要一般的这个老公的话可能直接就睡觉了。反正自己回来也能回来吧，这么大人了，对不对？也没有关系嘛。但那个时候我想，他确实胆子比较小。然后呢，他坐上车的时候，他会给我发一个信息。那个现在高德地图的话，他发给你信息之后，你能看到他坐到哪儿，还有几分钟等等。然后我就等他一直就是我陪瑶瑶睡觉的时候，瑶瑶先睡。我和瑶瑶说，我就说妈妈胆子比较小，我要等到她回来我才能睡，你先睡。好贴心哦。然后我就在边上去接她，我就说在这个我先看一下手机，看看书啊什么的，因为不然的话，因为我这个人在床上一躺着特别容易睡着，所以我就看书让我比较清醒一点嘛。然后后来我就和他说一下话，因为他坐车也不能聊太久，会容易晕车。后来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说要么就到小区门口去接一下他。反正那会儿瑶瑶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就看还有4分钟，我就下去了，嘚跑下去，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刚好下车，然后就把他接回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是一个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我愿意去在生活点滴里头去做这么一个事情。头上开始出现一些问号，只是下去接个老婆而已啊。对，不是这个可能这个还要从灿嫂那边再采访一下。对，看他的心情。怎么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我刚刚以为说灿叔会不顾一切的开着车去直接把灿嫂接回来。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就不现实。就是对我而言，就是我是觉得在这种很点滴的方面会比较多一点，没有说特别。对，你就是在一般人认为这种东西是什么浪漫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老婆还挺感动的，她会觉得你愿意等她，然后去接她，因为她不是她就是胆子确实特别特别小，她连就是觉得进小区之后比较黑，她会有点害怕，她一路上还心惊胆战的，还害怕那个司机开车太快啊什么的，因为她胆子比较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陪伴她，然后让她安心。
对我而言，对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老公吧，应该有的这种，我是觉得不只是应该做的事情，是有点小浪漫的东西，反正是在我是这样想的。那灿叔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你对灿嫂的部分，那灿嫂做什么事情会让你特别觉得浪漫？然后有这样的时刻发生过吗？可能要想很久很久，可能要想很久。有这么惨吗？也没有，就是也是在生活点滴里嘛。其实前2天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都是他做饭了，有段时间都是我做饭，因为这个学期开始我比较忙了嘛，咱们这个做很多事情比较忙了，然后他刚好工作调整一下，都是他做饭。然后呢，之前一段时间不是也住院了，就是我们整体都吃的比较清淡，就是其实很多之前很喜欢吃的东西都没怎么吃了。都不吃了，那天就上个星期吧，其实刚好就是他导师来的那天，第2天他们出去，前一天他说他突然想到，就是想起我特别喜欢吃一个叫做干锅土豆片，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是其实它结合了这个川菜里头那个回锅肉。然后把肉需要稍微煸一下，煸得干干的，是那种五花肉。然后土豆的话需要用油炸一下，然后炸的稍微脆脆的这种，然后还放一些豆瓣酱呀，很香这种东西。但是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吃了。然后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记得我以前很喜欢吃这个菜，所以他专门查了菜谱，然后一样一样菜备好去做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当时就很感动，我觉得是专门为了我做这么一个菜。而不是说给我们全家人准备这么一个饭菜而已，是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对我们这种结了婚的人，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点滴的方面，我是觉得是比较浪漫的东西，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什么给你什么表白啊等等，或者什么玩意儿的那种下跪啦，是的，就是好像结婚那压力很大吧？突然在这个公共场合下跪，我是觉得很尴尬，惊吓吧，那不算惊喜吧？是的，所以我觉得结了婚的人就是浪漫，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动作、小心意，就是会把对方还放在心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行为。很多人都结了婚之后就渐行渐远了嘛，就慢慢的放在真的就是左手拉右手也没有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能把对方放在心里头，然后还能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还能可能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而很开心。或者分享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点滴也很开心，比如说那天我们2个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然后后来想了，要么再吃点早饭得了，就是在外面好久没吃了。那个有一个味家凉皮里面有这个米线，然后我们就去吃米线，但是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牛杂米粉，还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我老婆就吃了一份，觉得我们俩就分着吃嘛，感觉也挺舒服的。后来就是过了2天，又觉得挺好吃的，好像突然想起来那个牛杂米粉特别好吃，要么我今天就不走路了，我们今天就不走路了，就去专门吃一下那个牛杂米粉吧。所以我觉得这种瞬间突然之间发起这种感觉，就是随心而动的就一起去吃个什么东西啊，分享一下美食啊，聊聊天啊，对我而言都是日常生活中很浪漫的事情，都是我想要的，我不喜欢那种特别一惊一乍大起大落的玩意儿。对，真的耶，有时候我觉得夫妻俩的幸福跟浪漫就是这种。你像讲个比较煞风景的，就是我这几天跟我爸去市场买菜嘛，他年纪大了，一个人去我比较担心。我这几天跟他去市场买菜，他很喜欢买菜，因为他在家无聊。他喜欢在市场跟一些老爷爷老奶奶聊天，跟那个摊贩聊天。那这几天跟我走一走，他就会说很感叹啊，你妈妈走得早啊。我以前都想说买菜是女人家的事情，都没有陪她去买过菜，从来没有过。现在她走了，要跟她买菜啊，完全没有机会了。所以他这几天走路，他都在市场我们去买东西，他都跟我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很后悔。就觉得有些东西是女人家的事情，男人根本不需要陪着去。那现在等到完全没有机会了，得要自己去做了，却发现已经那个可以陪他的人也不在了。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有时候听我爸这样讲，也觉得说啊，夫妻之间的小幸福、小浪漫，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那真的要珍惜。你像我爸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想要去享受这样的小情趣、小浪漫已经没有了，对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可以浪漫呢。
不一定浪漫都那感觉是我觉得爱情吧。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就夫妻相伴的感觉是绝对不一样的。对，特别是人老之后，我觉得会更对人老特别孤单的，要人家陪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去感叹这方面的事情。特别在看别人还有伴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对，甚至那个摊贩那个有时候不长眼，你老婆呢？会问这种问题，会问，那就情绪就会有一点扰动嘛。对啊，那茶叔呢？茶叔，你不要说从我的角度，从你自己的角度，你是怎么看待浪漫这个词义的？首先，我不是个浪漫的人，然后我也不是很期望或享受浪漫的人，就比如说，如果有对方帮我准备什么烛光晚餐什么，我也觉得不需要，或者是生日准备个礼物什么的，我觉得可以有礼物，但也不用铺张或不用惊喜，有也好，没有也算了。但是我觉得浪漫就是比较像灿叔这样，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传简讯的时候，你会说，就肉麻一点，就是你会，你是我唯一爱的只有你啊，或者是说，我很想你啊，我觉得今天特别工作的时候特别。想要跟你聊天，我觉得浪漫是这样子，就是你发给别人，还别人发给你的，别人发给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浪漫，然后我觉得浪漫会是说，比如说有时候他会发个照片给你，有空的时候发个 video，让我看他在做什么，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聊一聊他的生活，我现在在散步哦，然后现在天气很好哦，然后我有点想你哦，我们要不要一起看日出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非常浪漫，就是有一些日常的甜言蜜语，这些甜言蜜语是会让我觉得他没有我不行，或者是他真的只爱我，然后或者是他发简讯或者是视频都是只有我能够有的而已，我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独享的浪漫，然后他记得我，重视我。就是我前几天生日嘛，我就会记得，我就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不在乎我的生日，但是这个人我在乎的这个人如果记得我的生日，我觉得就够了。那他记得吗？他忘了。这样讲好像对，就是这个确实，被记住生日是浪漫的。就他忘了，我一直觉得我不在意的，我会是个不在意的人。然后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然后我就过几天会提醒一下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忘记了什么事情？有吗？然后我就觉得很气很烦，就觉得，但是别人记不记得我都不在意。像其实我生日那一天最早祝我生日快乐的是一个泰国的学生，他在00点的01分就好像准备好了，非常有心。对，我就传给他，你是第一个祝我生日，他说我好开心哦。就是，但是我都不在意，很开心，但是我不在意，我只希望我重视的人，他会重视我的。对，都心情不一样。对，他记得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是浪漫，就是他眼里只有你。然后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你，然后被惦记着这种感觉吧。然后对，我觉得我特别觉得这是浪漫，就是他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然后而且都是一直这样子，我会特别感动，然后特别喜欢这种，这对我来说才是浪漫，而不是说你要送我很贵重的东西，或者是说你要赚很多钱，那个我都觉得完全不，对我来说完全不，然后或者要去哪里出国旅游一起去，我都觉得但对我来讲都不是很浪漫的事情，而是你心里一直惦记着我，这是我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真的。那我们来听听浪漫大师，来听一下浪子。对，我们两个真的都不浪漫了，说实话了。他Ben叔你浪漫吗？我们两个像钉子一样，一点都不。没有，我是觉得你们说的也是浪漫，就是生活中这种点点滴滴的小的一个，就是心里的触动的那种浪漫。那我这边的浪漫就是可能分2种吧，我不觉得一定要2个人爱情的那种浪漫。就是我自己可能去一个地方旅游，然后我可能没有做很多攻略，我就在路上瞎走，然后突然走到一个
就是比较特别的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比如可能是有长长的沙滩，然后我在那儿走路，然后突然走累了，坐在一个长椅上，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人跟他的朋友在弹吉他，在那边唱歌，然后我自己刚好又带了一罐凉的可乐呀或者啤酒啊，你不是然要减肥后我自己坐吗？在那儿，还在慢点被惦记着可你破坏了乐，长处。还在惦记着可乐。你下个月要怎么跟小鲜肉交代？一下把浪漫的场景好，来破了恢茶树。复恢复。对啊，所以我自己可能在长椅上躺一会儿啊，看看天空啊，日落这种的时间呢，或者是有一点月光啊，然后我在那个沙滩上，在那个比较昏暗的、有一点那个微黄的灯光的那个沙滩走一走啊，或者是就是很不经意的遇到一个地方，然后坐在那儿自己一个人，不用跟别人聊天啊，就自己在那儿坐一坐，自己什么也不想，也挺，我觉得这也挺浪漫的。嗯，是的，这个笨叔，你说的是一个人的浪漫，这个我觉得嗯我跟灿叔有时候啦哦，某些风景或有一些电影的情节，或者读小说某一个段落，诶，我们或许会有一对对，种一个人的浪漫情怀会出现。是的，那笨叔如果是两个人嘛，爱情爱之间的情理念里，浪漫，对，我们想听这个，一个人的浪漫，我觉得我们可能都在重点来了，某些场景会有。那对，爱情之间的浪漫，首先我们先进入第一步，就是变叔你怎么表达你的浪漫？如果对方是你喜欢的人，你觉得怎么表达是你界定的浪漫？就是我觉得4个字就是极致拉扯。什么极致拉扯是什么东西啊？你给我们好好说一说，解释一下，好好解释，就是解释一整集爱，啊，就是一般那个谈恋爱都有一个暧昧的阶段，对对和那个恋爱的阶段，嗯就是在正式确定恋爱的关系之前，正式说我喜欢你之前，有一个暧昧期，那有的人的暧昧期很短，很快就说我喜欢你，那我觉得浪漫就是把这个暧昧期无限的拉长，然后就是你用语言去就反反复复的去测，到底这个人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那另外一个人刚好很配合你，他喜欢你，但是他也不明说出来，我也不明说出来，但是就感觉你们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你又说一句让对方会遐想，然后会觉得啊，你真的喜欢他的话。所以就是这样的，双方需要势均力敌一点，不能一个人很快就妥协了。妥协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个征服的感觉啊，也不是我征服他，我也需要知道那边的人对我也有喜欢的感觉。那你们要很有默契耶，知道谁进谁退，对不对？就是一个人退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使劲拽回来，然后另外一个人退的时候，我再拽回来。在这个情况下，他要很懂你，你们才有办法把这个时期拉得完美，就是互相吸引，然后互相又很喜欢去拉扯啊，这个就会让我有时候我就可能看到那个消息，我就在床上欲擒故纵啊，对对对，就两个人都欲擒故纵。有时候你就在这个期间，你可能拿着手机就在那傻笑，就是睡觉了，好想打出来那个啊，好想你啊，然后好想和你聊天呢。就可能你什么也不说，但你每天说早安、晚安，跟这个人就是也是一种，就是我懂浪漫吧，我觉得。好奇怪的癖好，这是爱情小说里常有的感觉。我可以理解笨叔这种心情，就是说从拉长的这种暧昧期当中，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但是你又觉得你跟对方是有某种层次的默契在，都知道我们都很享受这段暧昧的期间。如果太早确定关系的话，或许就很容易倦了。对，但这个暧昧其实又有新奇感，但是又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有喜欢他，又觉得彼此之间有希望，所以
这种浪漫我很认同，虽然是奇怪的癖好，但是我很认同。你看中国的这些偶像电视剧都是这样，40几集都是这样拉扯，然后又有一些外界的一些事件，对啊，对不对？考验他们。但我是没有那种外界的了，就是2个人之间，然后可能到最后就，有时候是异地的嘛，可能我就突然，对，我做过很浪漫的事情，说来听听，就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去抱着西瓜去上海去见一个女生。然后天津到上海接一个女生，对，就是你要坐火车，只有到家门口你到上海去，我大学的时候不是接，见我以为是接，OK，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高铁，就是你去一个地方，然后机票又很贵，所以你可能要坐那个隔夜的火车，就是我当时就是逃课，然后我就是坐火车，就是跑到上海啊，然后到上海火车站是早上，因为坐了1夜的火车嘛。刚到上海，然后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今天上学怎么样？”我说：“结果你逃课，还行，我现在去食堂的路上。OK， 但其实后面就是车水马龙的那个交通的噪音，还好我妈没问我，但是我其实已经在上海了，她还以为我在天津上大学呢。然后我其实就是去她的校园的路上啊，因为我从之前的聊天里边，我没有具体的问她的地址，但是我大概就是花了1个月的时间把她的地址的信息拼凑起来了。我好奇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生的？那时候有校内网啊，校内网就是 Facebook 的、中国的 Facebook 那个时候，中国的 Facebook，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网上大家好像都挺喜欢互相加某个大学的人呢，在网上有很多那种群组啊，就好像互相关注了吧，然后因为某个话题好像聊起来，然后就展开了，对，然后我就跟他发信息，又是早安，你今天怎么样？然后他跟我聊天，然后我就到他那个宿舍门口了啊。我说，那个你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啊？然后我就是引诱他去拉开窗帘去看看外面嘛，因为我在下面站着嘛，然后我说你往外面看一看。他说啊，好累啊，我现在不想起来，我要再睡一会儿。然后就当时就是聊了很多，终于让他就是拉开窗帘往外看的时候，就看到我了啊。但是现在在短视频时代都能火，你这个视频。对啊，就是拍成短视频，好像很浪漫的感觉。但是他没有那个特别惊喜了，因为他也想自己的状态好一点。然后他刚起床，所以就觉得可能我是很兴奋了，但是他觉得那个自己没准备好啊。对，对，就可能你觉得是浪漫，别人觉得是惊吓。OK， 那你俩后来不了了之了吗？怎么样？后来毕竟是异地嘛，就第一次见面完就没了，这么快呀？所以就是可能见面之后发现那个2个人不是真的适合啊，所以那个最后又让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就因为那个浪漫的暧昧期嘛，所以虽然就是最后真人结尾不是很好，但是前面那个阶段是挺美好的啊，浪漫的。你的很多感情都是这样吗？都是无疾而终这种感觉？不是，都是就是也有另外的浪漫啊，另外一种浪漫就是在迈阿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真的小鲜肉啊，就是现在也是啊，现在可以想象，没有，现在是大叔，现在很油腻啊，就发福，中年发福，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给自己台阶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真的很帅啊，那个时候就是我这周见我那个在迈阿密的同学，他们看到我就说，哎，你怎么变这样了？就在他们印象里，我那个时候还是很那个精致的小伙儿。然后那个时候就也是遇到过
一个富婆吧，也不算富婆，富婆啊，就是她刚好出差在迈阿密啊，哪里人？然后中国人。德国人，但德国人在德国人美国人工作啊，然后他是正好在那儿出差，然后我们小软件认识的，然后他说那你过来见个面吧，我就出差那个2天，明天我就走了啊，那我就那时候反正也年轻嘛，什么都不怕，就过去了，然后在迈阿密的那个South Beach 啊，那边就是特别有名，有好多好多那个饭店呐、夜店什么的，都是就是海边的第一排，就特别特别贵的啊。对，然后我们一起吃一个那个海鲜饭，其实吃的是西班牙的菜啊，不知道为什么。对。然后他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我付不起啊。对，好贵。那一个海鲜饭就是$2302人份。然后又点了那个 Mojito 那个鸡尾酒，就是你还要在美国你还得给20%、15%的小费，对，就是加起来就是快300吧。在我就心里想怎么办？一会儿我可能哪里钱不够，怎么脱身？就人家就很大方就付了，就完全都没有期望我去付这个钱，可能知道我是穷学生吧啊。然后他那个酒店就是住附近啊，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那个小鲜肉被那个被睡了的感觉，就是被富婆包养的感觉。就这么想，你要是说这个事情的性质，就觉得好像不太好。但是那一刻，你就觉得啊，有人请你吃饭，然后有人带你看他很漂亮的酒店，对，然后有阳台，有大海，然后有月光，然后你在他的阳台上就是看那个很漂亮的风景，然后那个时候晚上海滩上没有人，就是月光真的很浪漫。然后一回头，然后就那什么了，是什么？好，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就进入主题了。一回头就是个富婆这样。对，然后就是后来，因为他住在费城嘛，后来我又故技重施，又去费城，但是我不是为了见他，我是旅游，但是我想也是说，如果你在富场，就顺道就见一面，但是感觉人家也没有想要再见第二面。他有家室了吧？说不准。对呀，可能。而且富婆是很容易就是换那个新恋情的，对不对？啊，对，就是我刚好就是他路过的那个，你只是他的一个小野花。对，但他虽然是过客，但是整个那一段时间，你觉得是浪漫的。对，但现在想想，虽然性质不太好，但是内心觉得还是一个挺浪漫的经历。对啊，就美好的记忆就行了。所以Ben叔，你到现在这个年纪，还是觉得年轻那样的过程是浪漫的，还是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都快40了嘛，对不对？你现在这个年纪，现在应该没有富婆对我感兴趣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年纪，你对浪漫的定义有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浪漫，还是没有变吧。我肯定我对巧克力啊，什么去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面这些都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对这些好像什么玫瑰花啊，或者是给你贵重的珠宝什么这种，我都就是没有感觉。如果有一个学生要跟你表白，然后你对这学生也有不错的感觉，你觉得这个学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觉得很浪漫？浪漫，然后可以感动到你？还是极致拉扯吧，还是暧昧吧？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生活中的重心啊太多了，可能自己也力不从心吧。就是想去暧昧，也好像拿不出时间去一直捧着手机跟人发信息。就人生到了不一样的阶段，就可能对，就是你认为那是浪漫，但是你自己可能不会再实践了吧，无法再享受了。
这个我认同。那你就觉得2个人要在一起之后很难有浪漫的感觉吗？2个人在一起啊，我觉得可能生活中给我更多的空间会是浪漫吧。跟你说，我认同你说的，特别到比如说35岁、40岁的这个阶段，对方愿不愿意给你空间，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反而越黏着我越那个可能对，就是越不浪漫。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了。可能35岁以后，你的重心不再是那么多时间放在爱情上面了。你有更多的心思要放在事业上，你就会希望我还是爱着你，但是我希望你给我更多的空间做我自己的事情。那彼此都给对方足够的空间，但是知道彼此心意是相通的，那我觉得这个会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期的浪漫可能就是你懂他，他懂你，我们都需要一些空间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在需要彼此的时候，你会在那里。我知道我的心思，我的情感有一个寄托的对象，我知道当我需要的时候，你就在那儿，而你需要的时候，我也在这儿。对，我觉得就是轰轰烈烈的了，就是被理解。蔡叔的这种，蔡叔不轰轰烈烈，你说啥呢？不是，就是你们互相需要的时候都在那儿。你应该像我这种状态，然后是一种默契，就是说我知道我可以托付你，我可以依靠你，我不需要担心，然后我们彼此也有彼此的事业要做，然后彼此了解就够了。对，其实我觉得真的陪伴这个过程里头有一点非常重要，对我反正是这样，就是被理解，就是不管你做任何的这个事情也罢，有任何想法也罢，别人是能很快的明白你是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真的有些东西其实你没有说出来，你自己是在潜意识的这个状态下的一些东西，别人甚至都能比你先想到这个状态，你会觉得他好懂我呀，我也觉得心里就很舒服。这我是觉得在这种状态下，我会觉得也是一种浪漫的感觉啊。对对对，被理解，或者有人听你，对，一直倾听你啊，愿意花时间听你说，帮你分担，我觉得对，也是浪漫。被理解，对，被理解，被需要，我觉得，我觉得可能年纪越大，所谓的浪漫就是越来越。的定义就不是再是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了。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觉得你需要我，你理解我，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浪漫，然后每天你都会记得我，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浪漫。所以蔡叔，你真的不会花一些小心思啊，或者比如说那个，就不一定是什么送花送巧克力，突然那个，突然就是去一个大饭店吃饭啊，或者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突然住个豪华酒店呐，这样的。这豪华酒店其实对我们2个都还好，就是我老婆有时候还挺喜欢吃的，就是偶尔有时候会，比如说什么纪念日会去吃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海鲜自助呀等等。但是你们一起计划的，还是说惊喜的？就是说我不告诉你晚上吃什么，就过去之后这么惊喜的事情的就是2个人前一天晚上讨论一下，然后隔天就去做这件事情。这个花费也挺多的吧？一个人干嘛？因为我们俩钱都是共有的嘛，我也不会专门有什么自己的很多钱。对这种。对，那我还是比较浪。对，你是比较浪，不是浪漫，是比较浪。果然是大叔啊，都是这么实际，浪漫。对，我觉得就是这么脚踏实地，真是这个浪漫这个主题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那么不是生活中那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我觉得对。但是从男性角度，我觉得聊聊也蛮好的，因为感觉一般都总听女生说要浪漫，要浪漫。我有时候会想我有时候在想我自己的感觉，女生每次都说要浪漫要浪漫，女生自己真的知道浪漫是啥吗？对啊，我都觉得每个女生的定义也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想要各位女同学可以留言，你觉得的浪漫是什么？我觉得我一直搞不懂女性觉得的浪漫是什么。我今天从我们3位大叔的例子就知道，就是我老婆和我说过，就是她一个朋友是在北京那边，就她那个朋友很喜欢这个五月天。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乐队，一个台湾的乐队吧。对，五月天在这个大陆有很多的受众，很多人都很喜欢，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当时五月天有一个演唱会，就是那个演唱会的票很难买，
就是我老婆的这个朋友，她老公就专门给她去抢到了票，可能花高价抢到了票。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很浪漫，但是这只是第一层意思。浪漫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会感觉到比较直接的浪漫。但是呢，就是这个姑娘又会觉得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少一点，就是其实你虽然愿意给我买票，但是你其实并不喜欢我所喜欢的东西。我懂了，是吧？这个就是我只买了你的票，而不是你陪我去看，对不对？对啊，自己去看呢，自己去看。对，我可以了解他那个女生的想法，就是说，你只满足了我的需要，但是或许我更好，我感受到的浪漫是，如果你能陪我去看，那更好，对不对？你那这个爱我男生还所爱的是那要看了。那如果这个男生真的很穷，五月天的票又很贵，不是很穷，抢到一张也蛮用心。人家说实话也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也是大老板了，都是OK， 就是有没有那确实，那这个人太不浪漫了。那演唱会怎么都要2个人去吧，一个人去多尴尬。就是可能他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中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的话，就是很浪漫的事情。甚至是因为瑶瑶是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嘛，我们养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兴趣爱好，他好像也有了。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3个人把家里所有的灯都关了，就是把那个音乐打开，听的都是那种类似于那种什么 Two Steps from Hell 那种，或甚至那种什么星际穿越里头那种。我们两个本来就很喜欢这个音乐，瑶瑶因为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也很喜欢这个音乐。所以我们3个人把灯都关了，窗户打开，外面不是很亮，就在黑夜中听的这种曲子，感觉我是觉得那一瞬间是很浪漫的事情。这个浪漫，这个我会感受到浪漫。是的。然后你把他们抱在怀里，是吧？那倒没有。然后就躺床上，要把头靠在爸爸的肩膀上。是，我是觉得有共同喜欢的东西，共同分享。而且都能互相理解，这种状态是很浪漫的。就是如果可以一起看着星空，听着喜欢的音乐，然后这样子坐着啊，这就很浪漫，说是一种感觉啦，对，就是很满足。聊完，我觉得我们3位都没有很浪漫，所以呢，请各位同学相信大叔们哦，但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浪漫不起来哦，都有肚子了。然后也想法比较现实了啊，要赚钱了，所以浪漫的想法可能都被压抑住了。对，所以年轻的各位，请你们把握青春，能够浪漫就浪漫起来。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呢，就会像今天的主题一样，乏善可陈。我觉得很好啊，认识一下我们中年人的浪漫是什么。我们成年人有不要说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浪漫了，还是有的啊，很容易满足，对不对？好，是的。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浪漫就聊到这儿。好，那希望大家在下面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浪漫跟中年人的浪漫，还有老年人的浪漫是什么？如果有老人给我们一些启发。对，我觉得我们需要被启发，在浪漫这个话题上面啊。是的，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各位同学，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大家再见，拜拜，拜拜。